哎，小伙伴们看，这不知道又是要首发什么？这刚早晨不到6点，5点45，现在我在新斋桥。这是家什么店呀？这是卖吃的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知道他们排队在干什么？你赶紧出这儿，这儿有顶棚，可能 GPS 会被干扰。远看黑压压一片，吓我一跳。看看清晨的新斋桥商店街，冷清，然后地下都是一夜玩耍丢弃的垃圾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8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虽然已经是第2个工作日了，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。今天的伤情状态是又比昨天好一些，看起来是要好了。今天咱们回评论，第2次早晨路过这个酒店，我一直看着是个庙，其实它是个酒店，感觉有点微妙的气氛。玉堂金新斋桥这一片还在施工和修路，为了明年的世博会。今天还是清风放，今天用了 Insta360，这个相机广角会大一些，对你看会有不一样的视觉感觉，但是成像部分稍微差一些。但是这个相机在光线好的时候的表现其实是很不错的，主要是比较轻巧。今天咱们回评论，准备了，你看，我每次回评论就是这样，写一个绩效贴贴胳膊上。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比赛可以把补给和配速的策略这么写几个关键时间点，看得也清楚，也可靠。行，咱们一会儿聊啊。行，天亮起来，咱们开始回评论。第一位小伙伴跑步10个月了，月跑量230公里，半程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1小时40多分钟，5公里能跑到21分钟，1公里能跑到3分45，平时的训练配速大概是5分半，状态还不错。听起来他的问题是要跑半马比赛了，下个月有没有机会能跑到1小时35？1小时35大概是多少呢？4分30的配速，平均配速。他说他最近也按照4分30的平均配速在训练。我觉得差不多，大概您可能有6到7成的把握。但是您比赛不能按照4分30起跑，您应该要按照4分25起跑，因为就算是半马，其实不可避免的，可能多多少少都得多跑一点。就像有一位小伙伴说，目标1小时16是参赛啊，应该是昨天的比赛，结果跑了1小时21，说赛道还多了300米。如果您跑的是田联认证的赛事，半马多300米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，不太可能。您的记录多300米，那说明第一，您可能多跑了。半程马拉松来说呢，多跑100-200米是有可能的。我看您发的那个图，大多数都是直线直角弯，可能多100来米，然后剩下的呢就是 GPS 飘了，GPS 一飘就多一点，但是
我不知道您的平常的实力，我看您1小时21的半马心率在178平均，那我觉得您不具备1小时16的能力。说个残忍的事实是，我的半马在2021年跑到1小时17的时候，就是之前的 PB， 跑到1小时17的时候，我当时想的很快就能115了，就像我当时的全马跑到2小时44的时候，我想着240近在眼前了。但是成绩的进步不是斜率不是1，它是线性增长的，但是斜率不是1，它是一个抛物线，越到接近边界的时候上升的越慢。我对自己的评价是，半马如果是公路比赛，正常的半马比赛，我可能今生能勉强打开116的边儿，可能1小时15分50几秒，最多了，也有可能达到不了，有50%的可能性。继续加油吧！越到后边需要努力的越多，时间越漫长。好多小伙伴问我的拍摄设备，我现在今天是 Insta360 Go， 而且越到夏天这个设备出现的几率会越高，因为出汗太多，而且光线好时这个设备还行。你们看到更漂亮的那种夜景呢，是 Osmo Pocket 3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设备是给人来用的，就是你怎么去用它，而且很重要的是后期你怎么去做处理，这些是我觉得是更关键的。拍摄只是其中的一环。下一位啊，25岁，跑400米的间歇，他的问题是心率顶不上去，跑完才171，但是感觉跑不了再快了。他说400米的间歇是1分半，1分半就是90秒，那是有点慢，确实有点慢。那说明您的能力不太行。400米的间歇，您这个年纪跑，按照75秒、76秒一圈，不是很难。我现在跑的话，可能也能做到。说明就是您的速度能力太差了。速度能力其实不是心肺，很少人会说你跑100米是因为喘不上气来，或者说觉得心跳不行了，跑不快，而是您本身跑不快。您的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，就是我总说，大家不用太看心率，不用太着急这个，您只要能完成马拉松比赛，您的心肺都没问题。大多数时候，会先撞上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的钢板，之后才是喘不上气来。真心话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在意这个事儿。您现在的情况是，首先400米对您来说，就对马拉松来说是很短的。跑完400米，心率还不会上到顶点，越是高手越不会。这是第一。第二是，您可能跑到200米以后，肌肉就已经没劲儿了，就已经不能高速运转了。您就顺其自然的练，您的训练内容没毛病。您现在这个年纪，就是我建议跑短的，但是我建议您冲得再快一点，再拼一点。神户马拉松马上要报名了，有2位小伙伴都说要报名来跑。神户马拉松不错的，我听大会员先生讲的，神户马拉松从赛道到天气都是很不错的，适合出成绩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先到先得，不抽签儿。也就是说，你过2天报了名，今年底就肯定可以来，那你就可以机票、酒店、年假
都可以安排进来了，对吧？这样特别好。我说过不止一次，就是我们的比赛们，哎呀，一言难尽啊！就是天天想我要变成国际大赛事，但是你提前1个月才定名额，谁来得了啊？您说呢？对吧？限定酒店，限定机票，还得办签证，然后还得请假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也有小伙伴说，某个马拉松补发了通知，说要提交有标注医生签字的、标注血压正常的心电图的体检报告。说医院都挤爆了，可能是个不是很大的城市。我还是我那观点，我理解，但我不支持。下一位啊，说受伤是因为力量不足造成的。不全是。新手期的伤病可能有一部分是，我也觉得不全是，或者很大部分都不是。受伤是因为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运动强度，而这个运动强度并不是说因为你没劲儿，就某一块肌肉没劲儿，而是说你整体上你身体没有这么大的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载。但是身体怎么能变得能承受的负载越来越高呢？那只能是不停的去试探它的边界，但是在试探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受伤。受伤是好事儿，它可能会打乱一段时间的训练节奏，但是呢，伤好了以后，你可能觉得你的天花板又高了一点。下一个啊，我应该考虑加大摆臂，看副中心那场比赛，旁边的女子冠军摆臂比我猛得多，我不行，我是不行。我也回复了这位小伙伴，这个不是我想就能做到的，而是我的能力不行。它都是就跑姿是能力的体现，而不是模仿那个动作。你模仿那个动作，你也模仿不了。到跑步，人们就心里就迷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能模仿，能模仿。”但是你想想，你看体操运动员、跳水运动员，你也知道那是对的，你模仿得了吗？模仿不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你模仿不了呢？因为你没那么大劲儿，或者没有那么好的肌肉记忆，那都是从小练出来的。马拉松虽然没那么难。有的地方是可以试着去改变，比方说外八字、内八字这种可以板一板，但是决定是跑起来是不是好看的这件事儿，就是能力和你的身体条件决定的。大部分运动员跑得好看，是因为人家已经是经过了选材、经过了淘汰，剩下的这一波人。所以你们看，越是高科技的国家，运动员们的姿态表现的就越一致。因为他选材选的带引号的科学，而非洲好多时候又不是这样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经济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去选材，都是脱颖而出的，所以呢，有些人就千奇百怪，而且我想肯定有很多很多更好的人才被埋没，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走上这条路。下一个啊，我做力量训练负重多少？10到20公斤。哦，不对，5到20公斤。我做卷腹是5公斤，就是胸口放一个哑铃，举一个哑铃。然后最重的是20公斤。下一个，大黑原先生为什么每次去中国出差都胖那么多？他来中国吃什么？他那个的增长不全是脂肪和肉，大部分是水，因为就是与很多国家相比，中餐的饮食
太咸了。当然这边的传统饮食也挺咸的，但是这边真的完全就是传统饮食的不多，主要是咸。你吃咸了以后，身体会是一个储水的状态。因为我从挺小的时候就听说，人健康的话是1天2克盐，2克盐太少了。各位家里那种调料罐有那小勺，一平勺就2克。他在中国，他也给我发他吃的，就是出差目标单位的食堂，比如中午吃一条，炖的那种红烧的黄鱼，1碗饭。但是那种食堂的那种红烧的鱼，大家都应该能理解，那都应该齁咸的，没办法，他回来很快就能瘦下来。所以在国内跑步的小伙伴饮食上，就是我觉得跑马拉松啊，杂食就好，不需要说不能吃肥肉，不能怎么着，都可以。关键是均衡，并且呢，尽量吃的简单一些，就是低烹饪，然后尽量的少调料就好了。看这个啊，有位小伙伴说，去年看我在波士顿的视频，开始关注咱们，然后今年自己要去波士顿了，祝您好运。差不多下周该出发了，对吧？祝您在波士顿玩得开心，感受一个持续了128届的比赛，今年是第128届。然后，手表能不能听小宇宙？不能啊。Apple Watch 也不能，它没有发布这个端的应用。但是我有办法，小宇宙这种播客，就是只要电脑网页能打开的，你就可以把内容下载下来。虽然这样不太好，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是，它还是没有那个加密过的格式的，因为网页版不能发加密格式。就抓资料这事儿，包括您说我要同步各种数据到本身官方不支持同步的那种平台之间，就您就这样想，只要您能坐在电脑前，打开浏览器能看见的东西，程序就都能抓到，因为您能看见嘛，对吧？大部分软件里的现在有难度了，像以前软件还好，都是明文的请求，后来最多呢就是套一层 HTTPS 的加密，但是那种呢，用所谓的中间人攻击或者怎么样也可以。现在有的软件呢，它还有内置的加密，那你就破解不了，而且好多都甚至有自研协议的，没办法，自研就是自己研发呀。我觉得还是一个开放的生态会更好，因为你们看那么多防盗链、防抓取的软件，最后不还是能被抓吗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而且如果这东西你都不设防，干坏事的人反而挣不到钱。你越设防，大多数人弄不了，世界上有这需求，那干坏事的人就越能靠这个获得利益。啊，大禹治水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道理。啊，还有没有啊？写的有点小，好像是没了。差不多，天也完全亮起来了。最近一直是这种多云的天气。今天周一了。行，那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咱们训练之后再见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4月8号星期一清晨6点54，训练结束，第4个训练日，15.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8，最快1公里4分14，平均心率141，功率201，
步频195，步幅1.04米，垂直振幅5.2厘米，还可以哈。看我这汗真的热起来了。其实这衣服还行，你看我站远点，侧面还行，就是材料好像稍微比较硬。昨天第一次穿的时候，因为出汗有点磨，觉得就是它这些材料上，我跟菲比特的小伙伴反馈一下。所以可见做什么东西呀，都是得有积累，都是得打怪升级，真的没办法。马拉松更是，你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科技的秘密，咱们实话实说，你包括跑鞋有什么科技的秘密？但是呢，它还是一个品牌，也得需要积累。今天还行，刚才还有一条评论忘了回，小伙伴看我昨天发的那个每周一更的那个视频，在神户吃乌冬面。说日本人吃的少，那一份真的不少，那一份吃完以后到晚上我都不饿。我其实饭量挺大的，我只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控制，那个只是显得少而已。而且这边的乌冬面如果是自制的，就是店里自制那种，都特别的着实和筋道，特别好吃。大家如果来关西，主要是关西地区，乌冬面还是挺有名的。行吧，伤势今天这几天起跑都是一个状态，就是刚开始的几百米会感觉有那种拉伸感。是那种有点轻微的刺痛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拉破了，它开始长好了，但是长好以后它有那种跟粘连似的东西，然后之后就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要好起来了，要好起来了。现在已经没有按压的痛点了，前几周按压就有很明显的痛点。你看，就今天拍摄是这个小设备，看没？现在吸着的这个是3代，我觉得3代的电池仓设计不如这个好。就是那个屏幕，主要是我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有个屏幕，但是像我这种我不需要有个屏幕。像这个你看2代这一扣，我怎么拿都可以，对吧？3代那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每个面都是节骨眼，背面是屏幕，正面是摄像头，而且摄像头上这个按钮，如果你按它会开拍，然后顶面呢是拍摄按钮，侧面呢是开关按钮，只有一个面没有按钮，那我都不知道怎么收纳。哎呀，我觉得那个的设计反正有待商榷。那就这么着。昨天有比赛的小伙伴们都祝贺大家开心的一天。这周末有比赛的小伙伴们，这周是个吃苦的一周了，那没办法。但是比赛的那种感觉还是很充满期望的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休息日了，咱们一起加油干，进入夏天了，努力下去。咱们下回再见。